嗨，我是九叶，今天来复刻狼牙古墨。这样盖碗就做好了，需要用它来抓烟。墨的原材料其实是油灯燃烧时飘出来的烟灰。每个碗里倒上1/3桐油，放上4捻灯芯草。过热会影响烟灰聚集，所以每过20分钟还需要转动一次油灯。40分钟左右，烟灰聚集了薄薄一层，就要收一次烟。太久了，烟会结块，就会影响墨的品质。一盏灯一天只能产生几克烟灰。重复这样的过程，直到收集足够的烟灰。抓烟的过程耗时也耗力，所以自古也有1两黄金1两墨的说法。刚收集的烟灰还有胶的杂质，需要倒入清水中淘洗。充分搅拌后，等待杂质沉淀，烟灰上浮。静置1夜，捞出洗净的烟灰。现在的烟火气很重，直接使用做出来的墨会板结开裂，还要等待去腥火气。现在就可以开始熬胶了。做墨还需要5到6种不同的药材，加水熬煮出颜色。古人说的墨香，便是这些淡淡的草药香。过滤药汤，加入骨胶和皮胶，继续熬煮，直至挂起。最后把熬好的胶和冰片、龙脑香按照比例倒入阴干的烟灰中，搅拌均匀。这些材料都有它们各自的作用。药材龙脑可以去除动物胶的腥臭，防腐增香；冰片还能防虫蛀。这样制作出来的墨不仅下笔如漆，还能历经千年不败。搅拌成型的料坯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捶打，这个过程能让冰片、龙脑香完全融入料坯，也可以去除墨泥中的空气，让墨更坚硬有韧性。直到料坯光滑黑亮。
期间需要不时翻面，防止变形。琅琊古墓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熟悉，其实琅琊是一个地名，现在的山东临沂，那里是以前的中原，曾经的那些名士风流、魏晋风骨就在这里。还有那个被称为天下第一豪族的琅琊王氏，王羲之就是琅琊王氏的子弟，他是惊才绝艳的千古第一书生，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顶级世家公子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却也不能主导自己的人生。弱冠之时，正值琅琊王氏人才凋敝，原本醉心于书法的王羲之，只能被迫入朝为士。后人皆知书圣，却显之会稽右将军。然而比起那些世事不遂人愿的遗憾，西晋末年的秩序崩坏、五胡乱华，更是让中原大地生灵涂炭，被迫衣冠南渡。墨有着几千年的历史，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便书写着华夏的兴衰。他写过烽烟乍起，兵荒马乱，也写下了盛世风仪，太平人间。